友们，大家好，我是陶三丰，正在骑行欧洲冰岛。今天是2025年的4月1号，新的一个月。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冰岛南部一个小村庄斯科加尔，这边坐落着一个非常经典的瀑布。斯科加瀑布啊，落差在60到70米左右，宽度在30米左右，也是《权力的游戏》取景之地。这也是除了冰岛黄金圈之外，南部必访的一个景点，非常的壮观雄伟，也吸引着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个瀑布附近啊，待了有4、5天的时间了。这些天经历了冰雹、暴风、暴雪、大雨，天气变化之快的难以想象。继续回到1号公路啊，沿着这条主路行驶。昨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吧，有一位私家车、小汽车啊，司机加上2位游客，在斯科加瀑布到塞里亚兰大瀑布的路上中间地段，被山上的落石，由于当时的天气比较恶劣嘛，被落石直接把车砸到了旁边的这种草地上。车的前半身似乎是砸扁的，司机应该是当场就死亡了。后排的2位游客呢，通过当地的警方还有医疗啊，及时的救助，应该是问题不大。当时也是堵满了好多排车。通过这件事情嘛，我也联想到了我骑行在路上的一些事情。如果是晚上我在一些山脚下露营的情况下遇到落石，应该怎么办？所以也是给我敲一个警钟。后面露营啊、骑行啊，还是要多加小心。它这个门口这边啊是有这个翻译的，可以乘坐这个大巴车过去的话几分钟。如果是要徒步往返啊，7公里，然后3到4个小时。坐这个大巴车过去要多久啊？Hello, one person. 3000。OK。刷卡这么贵？出发。3200的冰岛克朗。走吧。哇，这个路太颠簸了。坐车就是快啊，10来分钟就到了，完全来到了另一片星球一样，冰岛版的星际穿越。哇，锈迹斑斑啊，也褪去了它原本的颜色。最开始的时候不是因为机械故障降落在这里的，而是因为当时的飞行员呢，他误判了这个飞机的油量，从冰岛的一个城市飞往凯夫拉维克的，当时在漆黑的夜晚当中坠落在这片黑沙滩上面。好在的是，所有的飞机人员包括驾驶员都是生存下来了。这也慢慢的呢，在冰岛成为了一个打卡参观的地方了，跟大自然融为了一体。我老惊！哇哦！贴满了各种的商标啊！
飞机上的很多的临界，据说是被冰岛的一些本地人都拿走了。后来呢，他们政府就呼吁，包括一些本地人，就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拿。我记得有好多的一些导演包括 MV 包括一些乐队在这边也拍过一些 MV。我的天！还有人放了照片在这里It's already broken. 一拨人来，一拨人走，真的仿佛置身来到了一片孤独星球。茫茫黑沙滩中间，一架飞机的残骸。从1973年的那个夜晚，由于飞机的燃油耗尽，坠落在此。50年之后呢，冰岛的南部成了最孤独的坐标，人类失误的印记，也被大自然雕琢成永恒的艺术品。好多的一些年轻人过来求婚，飞机跟前拍婚纱照，所以这辆飞机也是见证了好多的一些情侣实现了孤独感末日般的告白宣言。
3.19啊，就算它是20啊。这个标志我给大家讲一下，它这边呢，中文汉字说的是往返至少需要3到4个小时。我从飞机残骸那块走过来吧，应该是3点多公里，来回一共应该是6到7公里，半个小时我就回来了，所以来回1个小时就够了。这边呢，停车的各种费用，摩托车停一下是300，半个小时啊，最高是6400，这是私家车停车的这样一个费用。大多数人嘛，看到这个时间都会选择坐这个摆渡车。摆渡车呢，去的时候的车票是1500到2000，全程往返啊，一共是3200。如果说大家要能走路半小时的，可以走路就行了。还是挺会做生意的。前方500米，这应该是沙地的摩托车啊。我说刚刚我们在飞机那块的时候，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穿黄衣服开摩托车的。这应该是一座火山。像在冰岛吧，火山喷发完之后啊，熔岩流过的地方冷却完了之后，会形成一种荒芜的地表。然后经过10年或者是上百年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演化，会长出很多的一些苔藓。这种呢，在冰岛啊，也是一种独特的地貌，叫做熔岩苔藓地。在冰岛早期的时候吧，他们本地人啊，会用这种苔藓加上面粉，制作一些应急食物，包括饥荒时期，这些也都是马呀、牛的饲料。你像苔藓的生长吧，它特别缓慢。每1年呢是长1到2毫米，你要是踩过或者是被车轮压过，就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在冰岛吧，尤其是离开道路，去到一些草地、苔藓地，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然啊，就会面临巨额的罚款。还有楼梯。哇，这里面是封住了，全部封住了。本来以为这个房子是可以进去的，是一个养马场。里面都是被木头封起来了。我现在要去寻找水源，所有的水都已经喝没了。路边桥洞下山泉水，过去把杯子打满。哇！这水流有点急哦，可以看到底部的很浅，1米多深。这边还有一个板凳可以休息。这是冰岛的一种酒，15度，一种奶的味道，加上一点酒精，已经很多天了，一瓶喝剩了最后一点点。反正现在也不骑车了，选一个地方把帐篷扎起来，说下就下起来了，毛毛细雨。呜呼噜
远方的天已经阴过来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在草地上露营吧。这边有3块大石头，刚好挡着这个路边，睡觉的话有安全感一些。赶紧把帐篷扎起来。有点凹凸不平。看一下这个山泉水，特别的干净，这个稍微烧一下就可以喝了。明天出发的时候呢，再来到这个河边打一杯带走。哎，哇，这个水是冰冷刺骨啊，直接扎崩牙。今天晚上我准备煎一个鸡排，煮点大米饭，吃点辣条，再吃点饼。这次买的这种米呢，都是一袋一袋的，一小袋一小袋，倒到锅里面。哇，这个粥口感滑滑的，用冰岛做出来的粥就是不一样。冰岛这边的水呢，它主要是来源于冰川的消融水，再一个就是地下的泉水，还有就是火山的过滤水嘛。你这些水质吧，它的含的那些矿物质较低，就是典型的软水。相对于欧洲的其他几个国家来说吧，它那边水质都偏硬。这边水你不管是做饭还是洗澡、洗脸啊、洗澡啊，身上都是滑滑的，所以这边水质挺好的。很多朋友们都说冰岛的水是臭的，应该是它地热散发出来那些味道，可能有点硫磺的味道。这边的水啊，你在河里面打出来就可以直接喝的，水质是非常软的，对掉头发是有好处的。我就准备把这个鸡排再给它煎一煎，就可以吃饭了。大米粥，煎鸡排，还有2包海带丝。海带结，蘸上这个料汁，哇，还是自己买了自己做划算一些。上一次在那个餐厅吃了有4块鸡排吧，花了好像是3、4千的冰岛克朗，人民币将近200块。
这一份10多块鸡排，2000多，2100吧，冰岛克朗，100多，吃2顿。哇，这帐篷上面都已经有这个水蒸气了，帐篷里面温度上来了，外面的温度又下去了。滴个眼药水吧。里外都擦一擦。估计再过2天，眼睛就完全消肿了，里面起了几个脓包，眼睛里面，所以每天白天挺难受的。哎呀，行了，睡觉了，睡觉了，朋友们，大家晚安，下期再见。呜呼！